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有些家庭原本顺风顺水，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结果莫名其妙的全家就开始走下坡路，甚至连子孙3代都难以翻身。你以为这是运气不好，或者是遭了什么意外？我告诉你，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很多人一辈子勤勤恳恳，积德行善，最后却败在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上，那就是送礼。中国是礼仪之邦，古人常说礼尚往来，但是你知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当作礼物送给别人的。哪怕你们的关系再好，好到穿一条裤子，好到可以说是生死之交，有些东西你也必须死死守住。如果你一时糊涂，把该送的东西送了出去，那可不是开玩笑的，这背后的代价大到你无法想象，甚至会彻底斩断你自家的风水财运，连带着你的儿孙都要跟着遭殃。但我现在先告诉你具体是哪2样东西，你先跟着我的思路往下走，看看你身上有没有犯过这样的低级错误。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我心意到了，送什么都是表达友好？你是不是觉得我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送给好朋友，这叫讲义气？我常说这就是糊涂，这就是典型的无知。你想想看，人与人之间是有磁场，家庭与家庭之间也是有气运。很多时候你自以为的大方，在天道规律眼里，其实是在亲手送走自己的福报。你把自己的运势送空了，你把家族的根基送断了，你还在这里沾沾自喜，觉得展现了自己的慷慨。你看看那些突然破产的，那些子孙不孝的，你去仔细打听一下，10个里面有8个都曾经在人际交往中犯了忌讳，送了不该送的东西，惹了不该惹的灾祸。很多人听到这里，心里肯定在犯嘀咕，说曾老师，你这不就是老一辈的封建迷信吗？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送个东西还能决定子孙的命运？告诉你，这绝不是迷信，这是最深刻的宇宙规律，这是真正的老祖宗智慧。天底下任何事情的发生，背后都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在牵引，这条线就叫做因果，就叫做规律。你读不懂规律，你就会觉得这是巧合；你摸透了规律，你就会发现这都是必然。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在不停地释放能量，都在进行着阴阳的转化。你家里的物件，你随身佩戴的宝贝，在长年累月的相处中，早就和你的生命磁场绑定在一起。它们不仅仅是一件物品，它们是你精气神的凝聚，是你家族风水的承载。你随随便便把它们送人，就等于把自家的能量核心给挖走了一块。这就像一个水杯，里面装满了水，你为了讨好别人，把杯底给砸了个洞，把水都漏给了别人，你还指望自己能有水喝吗？你连水都没得喝了，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他们喝什么？他们拿什么来立足？所以做人一定要明白，大方要有底线，善良要有分寸。如果连自家的根基都守不住，你的善良就是愚蠢，你的慷慨就是败家。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我见过了太多家庭的悲剧之后，不得不跟各位揭露的一个血淋淋的真相。在咱们中国人的圣经易经64卦当中，有2卦说得最透彻，一卦叫做颐卦，另一卦叫做鼎卦。各位，你们有没有认真想过，什么叫做颐？颐这个字，上面是一个辰，下面是一个叶，在相学里就代表我们的下巴，它的本意就是修养生息、调养和供养。
易经里说宜贞吉观仪自求口实，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一个家庭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最核心的事情，就是先把自己养活，把自己家里的锅灶守好，把自己的生命磁场维护住，这就是自求口实，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连自己的口实都守不住，你连自己的供养都成问题，你还去盲目的把核心能量送给别人，你这就是违背了一卦的规律。而另一卦鼎卦，那就更了不起了。鼎是什么？在古代，鼎是国家的重器，是权力的象征，更是钟鸣鼎食之家的财富凝聚。鼎卦的卦辞说，鼎元吉亨，它代表的是一个家庭最稳固的财库，是一个家族繁衍生息的物质基础。古人说，夺其鼎者夺其国，可见这个鼎是绝对不能轻易移位的。你把代表自家核心气运的鼎送给了别人，你家里的财库不就空了吗？你的物质基础不就动摇了吗？这在阴阳五行里就是典型的泄气格局。你把自己家的气泄了个精光，自家的风水磁场彻底乱了套。你想想看，你还怎么翻身？你的子孙后代还怎么在这个社会上立足？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不懂易经，不懂规律，你在人际交往中就会像个盲人一样，到处乱撞，最后掉进万劫不复的深渊。既然说到了宜卦和鼎卦，那我就正式告诉各位，第一样绝对不能送的东西，就是你自家的米缸，或者说代表你全家口粮、财库底蕴的锅灶与随身钱包物件。这时候有人笑了，说曾老师，现在谁还送米缸啊？现在大家不都送礼盒送卡吗？我告诉你，你要听懂这背后的比喻和延伸。在传统文化和居家风水里，米缸就是一家人的禄勋。什么叫禄？禄就是你的薪水、你的官运，你源源不断的物质享受。米缸长年累月装满粮食，它在五行里属于土，在咱们的生克规律中，土能生金，这个米缸就是你家里的金库。不仅是米缸，你做饭用的第一口锅，你开店做生意最核心的那套工具，甚至是常年陪伴你、帮你聚财的随身钱包，这些都属于你个人的财库载体。有些人特别糊涂，看到朋友开新店，或者亲戚搬新家，为了表示支持，竟然把自己用了很久、财运非常旺的米缸、旧锅，或者自己贴身的聚财物件当作礼物送过去，觉得这叫传授好运，你糊涂啊！你把自家的米缸送出去，在命理学上就叫做送禄，你把自己的禄给送跑了，你家里的土散了，金没有了根基，你用什么来生财？你的八字格局再好，没有了财库的承载，那就是过路财神，钱财左手进右手出，根本存不下来。你把家里的生存根基都拱手让人了，你还指望全家能大富大贵？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我给你讲一个历史上的真实例子，你去看《晋书》里的记载，西晋时期有一大富豪叫做石崇，这个人聪明绝顶，靠着经商和各种手段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当时朝廷里有个贵族叫王恺，是晋武帝的舅舅，也很有钱，两个人就喜欢斗富。王恺为了压倒石崇，用糖水洗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用紫色的丝绸做了40里的布帐，石崇就用更贵重的锦缎做了50里的布帐。王恺看总是比不过石崇，就去向晋武帝借了一件宫廷秘宝，是一株高2尺有余、枝叶茂盛、世所罕见的珊瑚树。王恺把这株珊瑚树拿到石崇家里炫耀，
觉得这下子一定能把石崇比下去。结果石崇看了一眼，随手拿起一根铁如意，咔嚓一声就把这株珊瑚树给砸了个粉碎。王凯当时就气疯了，觉得石崇是嫉妒自己，正要发作，石崇却冷笑一声说：别生气，这东西不值钱，我现在就送你更好。于是石崇叫仆人把自己家里的珊瑚树全都搬出来，结果每一株都高3、4尺，像王凯那种级别的甚至有几十株之多。王凯看呆了，最后高高兴兴地挑了几株最大带回家。很多人看到这个历史故事，觉得石崇太有钱了，太风光了，真是不含糊。但我告诉你，石崇砸碎了别人的秘宝，又把自己家里最核心的象征着顶尖财富磁场的几株大珊瑚树送给了王凯。这在香学和气场学上叫做财富入底，重气外流。珊瑚在五行中属火，又是深海珍宝，代表着石崇财富帝国的核心火种。他把这几株最大的珊瑚树白白送给王凯，就等于亲手把自家的财富核心给拆了。结果怎么样呢？没过几年，八王之乱爆发，石崇失去了朝廷的靠山，他的财富引起了政敌孙秀的极度嫉妒。孙秀不仅要抢他的小妾绿珠，还要霸占他全部的家产。最后石崇全家被满门抄斩，财产全部充公，子孙3代没有一个人活下来。你看看，这就是不懂得守护财富重器，随随便便把象征财库和核心气场的物件送人的悲惨结局。你以为你送的是面子，其实你送掉的是全家人的命。历史的教训摆在这里，你不得不防啊！历史的事情太远。那我再给你讲一个我身边的真实案例。我认识一位老张，他以前在江浙一带做餐饮生意，白手起家。这个人特别能吃苦，为人也极其慷慨。他开第一家面馆的时候，手头没钱，就用了一口祖上传下来的老铁锅。这口锅非常有灵气，做出来的面汤鲜美无比。老张靠着这口锅，不出几年就开了10几家连锁店，身价千万，在当地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后来他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生死之交，叫老李。老李做生意亏了本，日子过得很惨，跑来找老张求助，说想转行也做餐饮，希望老张拉他一把。老张这个人讲义气，拍胸口说没问题，我把我的第一家起家店直接送给你，连带着我当年生财的那口老铁锅，还有我特意请人定制的传家米缸，全都送给你，祝你东山再起。当时店里的老员工都劝他说，张总，这老锅和米缸是咱们公司的风水正眼，可不能送人啊。老张不听，非说那是封建迷信，做生意靠的是人脉和管理。结果你猜怎么样？老李接手了那口老锅和米缸之后，生意确实是做起来了，一年赚了几百万。可是老张这边呢，自从把那2样东西送出去之后，他的大本营开始莫名其妙的出问题。先是几家核心旗舰店发生严重的食物中毒事件，品牌声誉一落千丈。接着就是他的大儿子在外面投资被骗，欠下了几个亿的巨额债务。老张为了帮儿子还债，把所有的连锁店全卖了，结果还是不够，最后连自己的别墅都被法院拍卖了。到了他60岁的时候，全家一贫如洗。大儿子进了看守所，小儿子因为压力太大得了抑郁症。你看看老张，原本是风光无限的企业家，就因为一时糊涂，把象征着家族生财根基的陆勋之重器送给了别人，导致自家的财库彻底坍塌，子孙3代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你听完这个故事，
你还觉得家里的财库物件是可以随便送人的吗？你还不赶紧看看你家里有没有把类似的东西送出去。这第二样绝对不能送的东西，就是你贴身佩戴了多年，已经认了主人的玉器。护身符或者是用来镇宅辟邪开光物件。有些朋友可能又要说了，曾老师，玉石不是最好的礼物吗？古人常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我把最好的玉送给关系好的人，怎么就不行了？我常说，你这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玉石这个东西跟普通的金银首饰是完全不一样。金银是实物，只有价值属性，没有灵性属性，而玉石是有灵性的，它是大自然的精华，在五行里属于极纯的土金之气。最神奇的是，玉石具有极强的磁场记忆能力。你带一块玉，带了1年、5年、10年，这块玉早就把你的气场、你的体温、你的吉凶福祸全都记录下来了。古人为什么说玉能挡灾？就是因为在关键时刻，这块玉会用它长期积累的能量，替你承受致命的一击。所以这块玉和你的生命是同频共振。你突然把自己的贴身玉器送给别人，这里面会产生2个极其恐怖的后果。第一，你把自己的保护伞给摘掉了。这就好比你在战场上冲锋，身上穿了一件防弹衣，你觉得跟旁边的战友关系好，你把防弹衣脱下来送给他了，你光着膀子在枪林弹雨里走，你不出事谁出事？第二，这块玉上面带着你长年累月的磁场和可能替你挡掉的负面能量。如果接手这个玉的人，他的八字命格和你的磁场完全不合，这块玉到了他手里，不仅不会保佑他，反而会形成磁场冲克。在相学和气场学上，这叫反噬。你会发现，不仅你开始倒霉，那个收了你玉石的人，他的运势也会开始直线下降。你们2个原本关系很好，结果送了一块玉之后，2个家庭同时走向衰落，甚至反目成仇。你看看，这不就是好心办坏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为了让大家彻底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再来看看历史。历史是不会骗人，它是一面最好的镜子。我们去看唐朝的历史，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杨贵妃生前极其受宠，她身上有一件天下闻名的宝贝，是一块名为避暑香枕的绝代美玉，还有一件她贴身佩戴，常年用名贵香料浸泡，能够辟邪保平安的翡翠同心结。杨贵妃这个人虽然长得倾国倾城，但在政治和气场手艺上是个完全糊涂的人。当时胡人将领安禄山为了讨好唐玄宗和杨贵妃，认了杨贵妃当干娘。杨贵妃高兴得不得了，觉得这个干儿子太忠心了，为了表达母爱，她竟然在一次宴会后，把自己贴身佩戴的翡翠同心结以及几件常年不离身的辟邪玉器当众赏赐给了安禄山。历史学家觉得这只是贵族之间的荒唐游戏，但在国学智慧和磁场学的角度来看，这就是大凶之兆。杨贵妃是唐玄宗的贵妃，她的气场和运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整个大唐帝国的国运以及唐玄宗的龙气绑定在一起。她贴身佩戴的玉器就是她和国家气运之间的纽带，她把带有一国之母顶级福报和防御力量的贴身玉器送给了一个野心勃勃、满身戾气的胡人将领。这就等于把大唐帝国最核心的防御磁场双手奉送给了乱臣贼子。结果怎么样呢？安禄山拿到了这些贴身物件之后，
不仅没有感恩戴德，反而借着这些物件上附带的皇家气运，在北方迅速壮大，磁场彻底压倒了腐朽的朝廷。没过几年，安史之乱爆发，大唐帝国由盛转衰，战火烧遍了半中国。唐玄宗带着杨贵妃仓皇逃窜到了马嵬坡，将士们愤怒地要求处死杨贵妃一代绝世佳人，最后用一匹白绫绞死在佛堂前的梨树下，连个完整的坟墓都没有。而他的子孙后代，整个李氏皇族从此陷入了长达100年的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的噩梦中。无数皇子皇孙被杀，大唐的繁华去不复返。你想想看，如果杨贵妃懂得贴身之玉绝不能送人的道理，懂得守护自己的核心气场，大唐的历史会不会改写？他自己的命运又怎么会落得如此凄惨？这就是天道对违背规律之人的严厉惩罚。我再给各位讲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现代老 XX 故事。有个老李，是一家大型国企的退休厂长，一生德高望重，面相上看也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晚年运势本来应该非常好。老李有一个习惯，他从30岁开始就带一块和田玉观音吊坠，这块玉质地极温润，跟着他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有一次老李坐车发生严重车祸，整辆车都翻了，同车的人受了重伤，老李却奇迹般的连皮都没蹭破。当时他摸了摸胸口的玉观音，发现玉上面裂了一道细细的痕迹，他知道这是玉石替他挡了一场灭顶之灾。前几年老李最好的至交好友的独生儿子要结婚，老李非常高兴，为了表达对晚辈的极高祝福，他一时冲动，竟然把这块戴了30多岁，替自己挡过大灾的和田玉观音摘了下来，重新找金店镶嵌了一下，当作结婚大礼送给了这个年轻人。当时我见到他，一看到他的面相，我就大吃一惊。我发现老李的印堂竟然隐隐发黑，3根处出现了一道青筋，原本饱满的气场一下子塌陷了下去。当时就委婉地提醒他，我说李厂长，你最近是不是把身上的护身宝贝送人了？这可千万使不得啊。老李哈哈大笑，说曾老师你太敏感了，我一个老头子把福气传给下一代不是好事吗？结果呢，送出玉石不到半年，老李就在一次体检中被查出了胃癌晚期，病情发展得极其迅速，不到3个月就撒手人寰。更诡异的是，那个收了玉观音的年轻人，在结婚后性格大变，原本脾气很好的人，变得暴力无比，天天在家里和媳妇打架。结婚不到1年，小两口开车的路上发生激烈争吵，车子直接冲下了高架桥，年轻人当场高位截瘫，媳妇也流产了，这个家庭彻底毁了。你看看，这就是不懂磁场冲克的后果。那块玉早就记住了老李老年多病的磁场，并且已经帮老李挡过一次致命车祸，里面的能量早就饱和并且带有负荷了。年轻人八字年轻气盛，和老李那种老年木气的玉石磁场发生强烈对撞，结果就是2败俱伤。老李丢了命，年轻人的家庭一下子陷入了绝境。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关系再好，贴身的玉器和辟邪的东西也绝对不能送，送错一次真的会让人家破人亡，子孙3代都难以翻身啊！反过来看那些不听劝告、一意孤行的人，他们的结局往往非常凄惨。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总觉得自己学了点现代的所谓社交礼仪，就把老祖宗留下的风水、命理、因果规矩踩在脚底下。他们为了面子，
为了在饭局上显摆，或者为了巴结更有权势的人，把家里的祖传重器、贴身宝贝像流水一样送出去。结果呢，这些人的风水气场在不知不觉中被破坏得千疮百孔。你去看他们的面相，原本额头红润、双眼有神的，送完这些东西之后，眼神开始变得浑浊，嘴角开始下垂，这就是气散了的表现。在他们的家庭里，运势就像高山滚石一样，一落千丈。今天公司被查封，明天家里人生重病，后天孩子在外头惹出天大的祸端。最可怕的是，这种灾祸具有极其强烈的延续性，因为你把家族传承的能量核心，把宜卦和鼎卦所守护的生存根基给亲手送掉了，这就等于切断了子孙后代获取福报的通道。你的儿子没有好运保驾护航，做生意屡做屡败，只能靠打零工为生。你的孙子出生在这样磁场混乱、一贫如洗的家庭里，从小体弱多病，性格自卑叛逆，根本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更谈不上跨越阶层。这就是典型的一错百错，连累三代。你以为你只是送错了一件礼物，其实你是在整个家族的命运天平上狠狠地加上了一块灾难的砝码，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天道的规律从来没有饶过任何一个无知而又傲慢的人。那些至今还在把自家财库物件、贴身玉器当作礼物到处送的人，你真的应该半夜惊醒，出一身冷汗。听到这里，很多朋友肯定会问曾老师，既然人际交往中送礼有这么多忌讳，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既不失礼貌，又能死死守住自家的风水财运呢？今天我就给各位给出5条切实可行的实践建议，你只要照着做，就能保你家族平安，福泽绵长。第一，必须在内心深处划定一条可逾越的能量红线。你一定要明白，无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自家的财库载体和贴身灵物是绝对不属于可赠送范围的。如果有人主动向你讨要这些东西，或者遇到必须要送礼的场合，你要学会巧妙的拒绝。你可以跟对方说，这件东西是当年某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特意叮嘱要留在家里镇宅的，或者说是和自己的八字绑定在一起。如果送给别人，会对双方的身体都不好。用这种带有玄学和健康关怀的理由去拒绝，对方不仅不会生气，反而会觉得你非常真诚，从而再强求。第二，如果搬家或者店面升级，需要处理旧的米缸、锅灶等财库物件，千万不要送给亲戚朋友，更不能随手扔在垃圾桶里。正确的做法是用一块干净的红布把这些旧物件包裹起来，放在家里不见光的储藏室或者柜子深处，让它在家里继续藏气。如果你觉得实在占地方，可以选择一个农历初1或者15的阳气充足的中午，在心中默念感谢他多年来的奉献，然后将它打碎后深埋在干净的土地里。这样既做到了入土为安，又不会让自家的禄勋气运外泄。第三，如果你想给亲朋好友送去最好的祝福，又不想动用自家的能量核心，你可以选择赠送文化与智慧之物。比如你可以送1-2本制作精美的经典书籍，像《易经》、《道德经》或者是《论语》。在传统文化中，书籍代表的是文昌之火，代表的是开智慧，这叫做法布施。法布施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它不仅不会损耗你自家的风水，反而会因为你传播了圣贤的智慧，为你和你的子孙后代积累极大的阴德，
除了书籍，你还可以送上等的茶叶。茶叶五行属木，代表着生发、健康和长寿。而且茶道讲究的是清心寡欲，送茶就是送健康、送清安。这样的礼物既高雅，又绝对不会犯任何风水忌讳。第四，必须要定期维护和调理自己的居家磁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养气。你家里的米缸，无论什么时候，都绝对不能让它空着。米缸空了，在香学和风水上就叫做财库无粮，后事无益。你一定要在米缸见底之前，及时把新米买回来填满。而且你可以在米缸的底部用红包装上3枚古钱币，或者是少许红豆，这在民俗学上叫做压库，能够极大的稳固你家里的财富磁场，让你的子孙后代从小就沐浴在充盈稳固的能量场中。第五，对于自己贴身佩戴的玉器、护身符，定要做到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长年累月的佩戴会让玉石和你的呼吸、心跳融为一体。每天晚上洗澡或者睡觉前，如果摘下来，一定要用干净的软布擦拭干净，放在卧室的床头柜上，不要让外人随便触摸。如果你的玉石不小心开裂或者损坏了，千万不要觉得晦气而把它扔掉。你要明白，这是他刚刚替你挡了一场大灾，你应该用红布把它精心包裹好，妥善收藏在盒子里，或者埋在清净的树根下面，这叫谢玉。你对万物有恭敬之心，万物就会用它的能量加倍的保护你，你的家族自然就能够代代长盛。今天这番话你要是听进去了，照着做3年，3年之后再来看你，你肯定是一个家族稳固、财运亨通、子孙孝顺明白人。你要是听不进去，觉得曾老师是在这里老调重弹，还是像以前一样大大咧咧，为了面子把家里的财富重器和贴身宝贝随随便便送人，那到头来吃了大亏，让子孙3代难翻身的时候，你可千万别后悔。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缘分，天道的规律从来不会因为你的无知而网开一面。我常说，命由心造，福自己求。一个家庭的兴旺发达，绝对不是靠一时的运气，而是靠长年累月对天道规律的敬畏，靠每一步都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古人在《易经》、坤卦、文言里留下了那句千古不变的真理，叫做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什么叫积善？懂得守护自己的家庭根基，不盲目送礼，不给别人带来磁场困扰，让每一个物件都待在它该待的地方。这就是最大的善，这就是对生命、对家族最深沉的责任。愿各位从今天起管住自己的手，守住自家的纲，护住身上的玉，让你的家族在稳固的能量场中繁衍不息。相信我，只要你用心去敬畏规律，用行动去践行智慧，你的家庭一定能够多福多寿，你的子孙后代一定能够顶天立地，大有作为。各位，你们一定要仔细想想看，我为什么这么不厌其烦地跟大家强调这些细节？因为我见过太多的人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想想看，在这个社会上，有多少人天天在外面奔波劳碌，拜神求佛，为了发财择手段，结果呢，家里的大本营天天在漏气，财库天天在缩水，你外面赚再多的钱，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你看看那些古圣先贤，哪一个不是对家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充满了敬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齐家最重要的就是齐你的磁场。你连自家的米缸都守不住，连随身的玉佩都保不住，你拿什么去齐家？你拿什么去给子孙做榜样？所以我常说，国学智慧不是挂在墙上的对联，它是我们每天过日子的护身符。你听懂了，你全家受益；你听不懂，你只能在生活的泥潭里继续挣扎。你看那些真正的大智慧者，说话做事从来都是滴水不漏。为什么？因为他们看清了万事万物背后的阴阳变化。世界上的能量就那么多，你这里多了，别人那里就少了；你这里送空了，你的后代就要去伸手要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学会拒绝，学会说不。做人不能太软弱，善良没有锋芒，那就是软弱可欺。你为了面子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天道就会不好意思给你福报。你今天把曾老师的话死死记在心，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自家的厨房，看看自己的卧室，把那些不该送、不能动的宝贝给我守得死死的。只要你把这第一关守住了，你家里的风水磁场就会一点一点凝聚起来，你的财运、你的官运、你子孙后代的学业运，自然就会水到渠成，顺风顺水。这绝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这是需要长年累月的修行和坚持。只要你从今天开始改变，从现在开始敬畏，天道一定会看到你的诚意，福报自然就会降临到你的头上。各位，你们一定要仔细想想看，我为什么这么不厌其烦地跟大家强调这些细节？因为我见过太多的人，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想想看，在这个社会上，有多少人天天在外面奔波劳碌，拜神求佛，为了发财不择手段？结果呢，家里的大本营天天在漏气，财库天天在缩水，你外面赚再多的钱，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你看看那些古圣先贤，哪一个不是对家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充满了敬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齐家最重要的就是齐你的磁场。你连自家的米缸都守不住，连随身的玉佩都保不住，你拿什么去齐家？你拿什么去给子孙做榜样？所以我常说，国学智慧不是挂在墙上的对联，它是我们每天过日子的护身符。你听懂了，你全家受益；你听不懂，你只能在生活的泥潭里继续挣扎。你看那些真正的大智慧者，说话做事从来都是滴水不漏。为什么？因为他们看清了万事万物背后的阴阳变化。世界上的能量就那么多，你这里多了，别人那里就少了；你这里送空了，你的后代就要去伸手要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学会拒绝，学会说不。做人不能太软弱，善良没有锋芒，那就是软弱可欺。你为了面子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天道就会不好意思给你福报。你今天把曾老师的话死死记在心里，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自家的厨房，看看自己的卧室，把那些不该送、不能动的宝贝给我守得死死的。只要你把这第一关守住了，你家里的风水磁场就会一点一点凝聚起来，你的财运、你的官运、你子孙后代的学业运，自然就会水到渠成，顺风顺水。这绝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这是需要长年累月的修行和坚持。只要你从今天开始改变，从现在开始敬畏，天道一定会看到你的诚意，福报自然就会降临到你的头上。